听说南方从来不会有寂寞，听说在海边世界没有尽头。你哭着告诉我，你和他梦想的种种，我会是你雨天的湖泊，拥抱你的温柔，好想看你的笑容，对离开的他说，你心中那份美丽怎么找都不会再有，轻轻触摸未来遥远的风，有一天你会找回你的梦。幸福是看得透，而不是舍不得他的所有，慢慢触摸天空暖暖的我，我在这天黑了也不会走。你的快乐除了他还有我永远守候，不要难过。想不到，我在他们的心目中是可以用金钱来解决的。这个15万，那个2万，你妈肯定是一时气话。你也是为人父亲，你会因为一时生气而这样说吗？如果有人要来跟你争安琪，给了你15万，你会让他们带走安琪吗？不过没关系了，至少我知道我自己值15万，只是15万好像多了一点。有谁会出15万来买一个瞎眼的女孩子啊？阿离，别这么说，你是无价的，再多钱也买不到你。那你愿意买我吗？如果你有15万给我妈，再有2万给我的亲生父亲，你愿意给他们吗？愿意，我愿意。谢谢你，不过我可不卖哦。我知道。总之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你这样做的。不，我走，我要跟他走。佩佩，你想想办法啦！我有什么办法？你说我有什么办法？难道你真的要让他把阿丽带走啊？哎呀，他要带走他就带走了，反正我帮他照顾女儿都照顾这么多年了，也应该轮到他来照顾了吧？佩佩，你舍得阿丽吗？我舍不得又怎么样啊？哎呀，早走早好了，免得我整天担心他。我现在就叫他下来。不用了，阿丽，飞龙叔，你不必告诉我了，我都知道了。妈，你真的要我走？走走走走走走！好，你要我走，我就走，我这就去收拾。我想亲自去体验一下，看他是不是大家口里所说的那样无情无义的人。如果他对我还有一念之情，那至少我还会当他是我的爸爸。否则，我宁愿我这一辈子都没有父亲。你说他会给我们钱吗？哎，那还用说吗？
怎么说他们母女生活在一起这么多年了，所谓的母女情深，你说他会舍得把女儿交给我吗？你不是说他很绝的吗？那就当着在下棋喽。那就好像他将我，我再将回他，看最后谁认输啊！我敢保证啊，我一上去要人，他们就已经把钱准备好了。到时候啊，我们就可以。死鬼啦！快点喝酒啦你！好，来。我是来带女儿的。告诉你，我这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认识你。喂，你不要说的那么绝情好不好？人家说一夜夫妻百事恩，你怎么一点旧情都不念旧啊？谁跟你百事恩啊？我可是跟你百事仇啊！仇也好，恩也罢，总之你把女儿交给我，到时候我们就恩怨两了了。不行，你不能带走佩佩的女儿，你要钱我给你。哦，这么久不见，原来你发达了。好啊，那2万块拿来。钱我会给你，可是不是现在。嘿，你不如说等到下辈子更好，不是现在。喂，话是你说的啊，说到就要做到。明黎呢？在这里。妈，阿姐，飞龙叔，我要走了。你真的要跟他走啊？妈，你要照顾小峰，也要照顾你自己。你要想清楚啊！飞龙叔，我想得很清楚了。阿丽啊，走了，来，我帮你拿，走吧。姐，你不能走。小峰，你下来干什么？回去。姐，你不能走啊！妈，你怎么能让姐跟这种人走？小峰啊，这里没你的事，你给我上去啊！哎，谁敢带走我姐，我跟他拼命！哦，小凤，不要冲动。对呀，年轻人，不要动不动就想打人哦，小心被抓进去坐牢的。喂，你踢我干什么？不好意思啊，我的脚一遇到坏蛋，就会忍不住要踢他的屁股了。给我走开！喂，安琪，别胡闹了。Daddy 啊，这个大坏蛋想带走艾丽姐姐，你怎么可以见死不救呢？你马上给我滚，要不然不只是踢屁股那么简单啊！小峰，不要说了，姐没事的，姐真的会再回来的。小凤，相信你姐，她说她会回来，她一定会回来的。阿丽啊，走了，来，姐，走，这个家以后不要再回来了哦。江海，你给我站住！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我可是阿丽的妈妈，你不要以为你带走她之后就可以叫她不认我这个妈妈的。我当然不是那么无情了，不过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我就不知道了。走吧，来，走。姐，记得打电话回来。哎呀，走了。他刚才说那些话什么意思啊？啊？哎呀，还会有什么好意思？我以前是他的司机啊，他的阴险手段我看得多了。他以前追你也是耍手段的，我是看不过瘾才叫你离开他，可是你又……哎呀，你现在说这些有什么屁用嘛？佩佩呀，我早就跟你说了，不能把阿丽交给他的，你就是嘴硬。我以为他看到我们没钱给他，他就会走掉啊。他以前整天说不做亏本生意的嘛，我怎么知道这一次他又肯做亏本生意了呢？进来吧。这是我暂时租来住的，小心点，东西很乱。你在这坐下来。喂，你怎么把他带回来了？你不是说他会给钱的吗？
你是要钱还是要人啊？事情有点变卦，改天我再慢慢跟你说吧。你不是那个说要嫁给阿南哥的女人吗？是你，就是你破坏我的好事。要不然，现在那个大老粗就会给我几千块买机票回乡探亲了。哦，原来你真的想骗钱啊！想骗钱又怎么样？这些骗钱的手段都是你老子教我的。你是不是吃错药了？你把他带回来干什么？你知道厨房里只剩下2包快熟面，你还带一个人来白吃白住？我有我的打算呢。你以为这个死瞎眼的能帮你赚钱吗？我说我有打算，你听到了没有啊？小心点。这就是你房间了，你迁就一点吧。等我有钱，再找个地方搬。肚子饿了吧？我煮点面给你吃。女儿啊，吃面了。哇，对他那么好，又不见得你煮东西给我吃啊！哎，女儿，来，这里坐下吧。你不要以为你来这里就当大小姐，你吃完以后就跟我洗锅洗碗。喂，对不起啊，你能不能给我一根叉子啊？哦，好啊。来。对了，你好像还没叫我啊，快叫爸爸。你不叫也没关系，是我对不起你的。如果你肯叫，那才有问题呢。以后的生活，你不要担心，你跟着我，总比跟着你妈好。怎么说，我都是个生意人，满脑子啊都是赚钱的点子。以后你一定会有好日子过的。其实你应该感谢我的，要不是我把你带出来，不知道那个王八蛋金田还要怎么样去糟蹋你呢？他强奸你的事是不是真的？如果是真的话，我们去报警。你怎么不说话？喂，你去哪里啊？去打电话。我这里没电话。还给我！不行，你老爸叫我帮你保管的。我说还给我啊！不行了，你最好给我识趣一点，我打人不看日子的。好了好了，吵什么吵啊？出去。阿丽啊，你妈对你那么无情，不要再打电话给她了。你眼睛不方便，不要到处乱跑。你想出去的话，告诉我一声，我带你出去。要不然的话，乖乖留在屋子里。面我放在这里，吃了吧。
说？我早就讲了。你看我拿的时候又不提醒我。我怎么知道你是拿给我的？这里只有你一个人，不是拿给你，拿给谁啊？拿给鬼啊？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讲理的？来，我来。对不起啊，对不起。怎么做生意的？态度那么恶劣。不爽就走了。对不起啊。来，谢谢。佩佩呀，这里不是只有我们一档卖豆花水的，客人不开心的话，下次就不来了。你嫌我赶走你财神是吗？好了，我走了，我不做了。哎呀，好心你啦，我们都这么多年姐妹了，你还跟我闹什么？是你先说我的吧？好了，我不对啦。你明知道自己放不下，还要把艾丽给那个王八蛋带走。对不起哈，我不是因为他才会这样的。那个死人头啊，说走就走，一走连一个电话都懒得打回来，我才管他去死啊！你有什么好怨的？是你说要他走的吗？是啊，我是这样说啊。他也知道我会这样说的吗？我这样说又没有这样的意思，我只是在说气话啊。他跟了我这么久，难道会不知道咩？我说啊，他是有心想跟他走，想要父女大团圆吗？现在终于给他等到机会喽！我这个做妈妈的白养他了，我真的是亏大本了。哎呦，你以为你在做生意啊？还亏本啊？你跟艾丽都做了那么久的母女了，你以为艾丽真的会这么狠心，连一个电话都不打回来吗？他是真的连电话都没打回来啊！所以你不应该生气，你应该担心那个江海会把艾丽给怎么样了？艾丽是他亲生女儿，他敢怎么样啊？亲生女儿又怎么样？难道你没有看过有一些父母啊，连自己亲生女儿都可以推入火坑啊？喂，你真的想养你那瞎眼的女儿一辈子啊？杀头生意有人做，亏本生意是没人做的。你说像我这么聪明的人会做这种亏本生意吗？那你又把她带回来？我是看她长得还不错啊。女人长得好看，只要好好利用，就可以赚钱的吗？可是她是瞎的，她怎么能帮你赚钱呢？有些事情啊，即使看不见，也可以赚钱的吗？还算你会自动。哎，你的早餐啊？喂，厨房收拾了吗？喂，唉，你为什么没有洗我的内衣内裤？喂，我再问你，你为什么没有洗我的内衣内裤？好，你想跟我耍哭，我就让你哭。我再问你多一次，你为什么没有洗我的内衣内裤？什么事啊？啊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原来他是会邪术的。以后啊，没有事啊，就不要静静站在我旁边。如果我以为你是坏人的话，你就糟糕了。好。喂，这个是不是给我的？是啊，不是，我忘记买，我现在就去买。不用了，我吃这个就行了。哦，还有啊，你的内衣裤我没有洗，贴身衣物还是自己洗，你说是吗？啊，是。奇怪，他今天怎么变得好像另外一个人似的？佩佩，赶快回去吧。豆花水都还没卖完，怎么回啊？你还管豆花水？赶快去想办法找阿丽呀！找个屁呀！我连那个死人江海住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，怎么找啊？赶快听啊，可能是阿丽。你帮我听，我不要他以为我好像紧张一样啊！
你就跟他说，我现在很忙啊，有什么事交代你就行了。好，来啦。哎呦，死要面子。喂，哦，小峰啊，在，等一下啊，小峰找你啦。什么事啊？没有啊。他没有打给你吗？那个无名呢？也没有啊。我怎么知道？报什么警啦？他又不是被拐带。再等等咯。哎，我先回去了。安迪，怎么又是你呀？你到底有完没完的？我是来这里买豆花水的。豆花水一杯。哎，是你啊？嗯。哎呀，不用了啦。一定要的，如果你不收钱的话，我下次不敢来了。阿离他没有来啊？没有啊。奇怪了，我打他的手机也是打不通。你找他有事啊？是啊，我们约好在这个小贩中心吃早餐的，不过我一直等到现在，他都没有出现。他不会是发生什么事了吧？阿离他昨天晚上给他的亲生爸爸带走了，到现在一点音讯都没有啊。他应该是最近才刚出狱的，他名字叫江海。麻烦你帮我查一下，他现在住在哪里？谢谢你。我还以为阿离的生父已经死了，所以他妈妈才带着他改嫁。听说他生父一见到阿离出事双眼失明，就再也没看过他们母女俩。那现在怎么忽然间就出现了？他到底在打什么主意呢？这只有他自己会清楚了。阿离的眼睛看不到，忽然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，他的生父又不知道在打什么主意。阿离，他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坚强。真的吗？喂，大医生啊，你找我有什么事？你能不能抽空来我诊所一下？怎么了？是不是报告的结果有问题？没什么，你来了再说吧。好吧。怎么了？最近我的精神不太好，又没有胃口，所以我昨天去做了个身体检查，报告结果好像有问题。你身体没什么问题，你是有了。什么？你已经怀孕了。怎么可能呢？我跟伟强的事你也知道的，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在一起了。你生理期不准，又加上没有什么怀孕的反应，所以才会忽略的。照推算，你已经怀孕12个星期了。照推算，你已经怀孕12个星期了。两位如果没有意见的话，就请在文件上签字。不如你们再谈谈，我出去一下。我不希望我们俩就这样子结束。如果这一切从来没有发生过，让我们把它忘记，重新开始，好不好？但是它的确发生了。
做不到。我真的做不到，我无法再相信你了。怎么了？什么？你的检查报告怎么样了？医生说我有点贫血，给了我一些药。你每天都吃那么少，怪不得会贫血了。哎，对了，阿丽亲生爸爸的地址找到了。早餐、午餐、晚餐都在这里了啊！你怎么不买米买菜啊？哎呦，我也想啊，可是我身上只剩5块钱，当你身上只剩5块钱，而你想活命的话，只好吃快熟面啦。你没工作，他也没工作吗？我的工作准则已经过期了，他都50岁，破产又坐过牢，谁会请他？所以你才会去骗人。你以为我很想骗人啊？你以为我餐餐都很想吃快熟面吗？我乡下还有一个妈妈和女儿，我也很想一家团圆。我在这里也是给人家骗，白白做6个月的工，哇，1分钱都没拿到。工厂说倒就倒，现在要我回去，我拿什么屁回去？我还欠人家一大笔债呢。你还是省点力气吧，少说点话，要不然1杯面都不够你吃啊！你不相信我？我相信。我是骗子，你会相信我的话？你说真话我知道，你说骗话我也知道。哇，你有那么厉害？你能不能把手机还给我？我要还你都不行，你老爸拿去卖了。他怎么可以这样子啊？不然，你会有快熟面吃吗？惨了惨了，他们是不是来抓我了？不要出声。有人在吗？英琪姐，喂！哎呦，你不要随便乱开门！你在干什么啊？你老爸说不可以乱开门。有人在吗？那他是政府人员啊！你如果不让我开门的话，我就出卖你。你好毒啊！还不快点让开！好啦好啦，开啦开啦！英琪姐，阿离，你真的在这里呀？进来吧。英琪姐，你能不能先借我手机啊？啊，好吧，来。喂。喂，妈，是我。阿离，你一定是过得很开心啦，现在还甘愿打电话回来。是姐吗？给我！等一下，有本事啊，就一辈子都被打回来，没良心的东西啊！你还不是一样无情，15万就把我给送走了。难道我在你心目中就只值这一点钱吗？是啊，别说15万啊，就算是5000块，我也把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送走啊！妈，你干嘛说这种话？喂，姐啊，你不要听妈胡说了。今天早上我看妈的眼睛啊，肿得像金鱼一样大。问她昨晚是不是哭了，她却说不是。你也知道了，妈死爱面子。
叫他不要再哭了，再哭下去啊，他头痛又要发作了。我又不是不要回去，我自己有打算的。总之我会回去就是了。怎么样，你身体好点了吗？没事了，明天就要上学了，没问题。这几天都闭关自修，最回功课了。无名哥，姐找你。喂，无名，你还好吗？无名，我想你，我真的很想你。我们都很想你。昨天晚上，我们都在等你电话。我没事，我真的没事。英琪姐来找我。是啊，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社会工作者，我跟他啊现在是好朋友啊。他怎么会在这里啊？我也不知道，我等一下会去问他。好，我会再跟你们联络。谢谢你帮我照顾小凤哦。拜拜。英琪姐，谢谢你啊。啊，不用客气。怎么在吃这些呢？不要吃这些了，我请你出去吃。好啊，好啊。他眼睛不好，他老爸叫我看住他，我跟你们一起去吧。那个女人是谁啊？她是我生父的女人。那刚才你说很想她的那个无名又是谁呢？她是我的邻居啊。我看不是邻居那么简单吧？就是那么简单啊。你变身厉害，我也不差的。你是不是有心爱的人了？没有啊，英琪姐，你就不要再问了。好了，不问就不问。他的人怎么样？对你好不好啊？你不是说不问了吗？谁问那么多？哎，你说啊说，我也想知道。你说啊，哎。阿丽啊，你想要吃什么？随便好了。哎呦，你们聊得那么好，继续聊吧。你们要吃什么？我来点。啊，那麻烦你了。不会，你们要喝什么？随便。那我也顺便叫水果。你们坐，来。小心一点。那女人对你怎么样？还不错啦，只是不爱干净，整间屋子啊都乱七八糟的，厨房里都是没有洗的碗碟。那你爸爸呢？他对我来说，到现在还是个陌生人。这也难怪啊，毕竟你们两个有20年没有见面了，你怎么会愿意跟他一起走呢？因为我想亲自去体验一下，看我那个亲生爸爸是不是真的那么无情无义。我妈说，她一见我出事就双眼失明，就再也不来看我了，连带的连我妈都不理。我心里一直都在想，我生父他真的那么无情，那么残酷吗？他难道对我妈没有丝毫的感情吗？所以我想去证实一下，看他是不是真的那么无情。如果是的话，那我绝不叫他一声爸爸。刚才那女人说，你生父是听到你被你后父欺负，所以才把你带回来的。他是那么说的。老实说，如果你生父对你好的话，
我倒觉得你跟他在一起没有什么不好，至少你会安全一点。英琪姐，我知道你是担心阿贼会欺负我，可是上次我受伤的事真的跟阿贼一点关系都没有啊。老实说，我不喜欢我阿贼，他对我也没有什么感情。不过我跟他还是能相安无事的同在屋檐下。英琪姐，你相信我吧。你都这么说了，我能不相信吗？那就好。对了，英琪姐，你跟你先生怎么样啦？我们今天上了律师楼签字了。你不应该这样子的。为什么？他如果是真心改过，真心爱你的话，你应该再多给他一次机会啊。不要说这些了。奇怪，那女人怎么去了这么久？哎，来了来了，先吃这吧，后面还有，不够等一下再叫。怎么这么多啊？我们到底几个人在吃啊？只有我们3个啊，如果吃不完可以打包的。英琪姐，你在想什么啊？我在想你刚才说的一句话。我刚才说了那么多句，你在想哪一句啊？不告诉你。英琪姐，你要开心哦。不管受到什么打击、什么挫折，你都要让自己开心一点。黑暗中星闪闪。黑暗中星闪闪。姐，这么晚了还不睡？还不累。你有让姐夫知道吗？你是说怀孕的事啊？没有。我觉得你应该让他知道，毕竟他是孩子的爸。如果我把孩子打掉，那就什么事都没有了。姐，你不能这么做啊！我辅导的青少年当中，有很多都是来自单亲家庭的。我不希望我的孩子长大后，当着我的面责问我：你为什么把我生下来？当初为什么不把我打掉？那就不要离婚吧。为了孩子，这样的夫妻关系有意义吗？总之，我绝对不同意你把孩子打掉，这是一种逃避啊，姐，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。不管大人遇到什么困难，也不应该阻止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上。秀秀啊，肚子饿了，有没有东西吃啊？你跟你女儿一样瞎，就在桌子上没看见啊，吃到你够。你怎么现在才回来？我有很多东西要告诉你。去找赚钱的门路啊！哇喂，你发达了？托你女儿的福，我才有好吃的。他有钱啊？不是，今天有人来找他，听说还是什么社会工作者，吓死我了嘞！我不是说不要给他用电话了吗？我没有给他用。那人家怎么会找上门来啊？这就是我要跟你讲的重点。你的女儿会邪术。邪术？我看你是中邪才真呢。是真的，我拿证据给你看。你看，你看，我趁她没注意的时候把它藏起来。你女儿把这个叉子扭成这个样子，哎。那有什么奇怪啊？我也会呀。她不是用手的，她是这样对着这个叉子，这叉子就扭成这个样子了，吓死我了。喂，有没有听我说话的？听到了。那为什么一点反应都没有？因为你编的故事太烂了。喂，你别想我把女儿赶走啊，她还要帮我赚钱呢。你
找到赚钱的门路啊？嗯，你也一样，有钱大家赚。阿离呀，阿离，出来一下，爸有话跟你说啊。来了。这里，来，来，爸要发掘你的潜能，不让你浪费宝贵的青春。我要帮你计划你的将来，让你名成利就，即使你眼睛看不到，也能够舒舒服服的过你未来的日子。你妈以前是演大戏的，我记得她歌喉是不错。你会不会唱歌啊？我平时就唱不带戏啊。唱不带戏能够赚多少钱啊？你妈就是不懂得好好栽培你。农历7月就要到了，我准备让你们2个去跑歌台，你呢就走性感的路线。那阿离呢，就包装成一个可怜歌女，卖唱救父，到时啊肯定会轰动全国的。我估计1个月这样下来，可以赚他2、3万块。daddy，你怎么不回家？阿离姐姐不在，没有人陪我，在家里很闷的。阿离姐姐打电话来，叫我告诉你，不能因为她不在就不好好用功。她回来后会检查你的成绩。哎呀，我知道啦，daddy，差点时间到了。等我一下。我们快就下班了，你等我一下，我们一起回去，不要乱跑啊。希望让我再见到那孩子。他到哪里去了？听夜的心跳，什么在温热着眼角？未来看不见路标，你让微笑满天闪耀。寒夜微凉的发梢，你让亲吻隔绝所有打扰。任凭夜风缠绕它，永远都不会冰冷掉。当前路遭遇风暴，坚强也难免消失讯号。你拥抱住的城堡，却从未倾倒，一直是我最好的依靠。你让整个夜空都闪亮，幸福不只是在一个方向，握紧的